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恭喜 BLG 拿到了决赛的门票。时隔4045天，来自 LPL 的全华班终于又能在 S 赛的最高峰迎战 T1 了，迎战那个最初也是最强的男人 Faker。我说句心里话，其实除了 Faker， 除了 T1， 这么多其他 LCK 的队伍来和 LPL 的队伍打世界赛，他们有些也真的很强，但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是多么不可逾越的高峰。唯有 Faker 啊，确实是每次世界赛都会让我感叹，你永远是那个你的选手。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兼己是 T1 一辈子的慈父啊，我们 LPL 当了这么多年儿子，我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慈父吗？谁说这 Faker 老了？这 Faker 太棒了。从来就没有什么魔咒啊，魔咒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被打破的。这次 T1 击败兼己，一老四小的阵容连续3年闯进决赛，他们同样在书写他们的传说。而我们这边 BLG 经历了险死还生的瑞士轮，总算在 BO5 里让大家看到了我们 LPL 1号种子的实力，最终也走到了舞台的另一侧，很好，很棒。世界赛不就是因为有这种血脉喷张的比赛，才每年都让人如此期待吗？那这期我们就先和大家复盘这场微博和 BLG 的 BO5 吧。决赛的前瞻分析，等我再研究下 T1 和兼己的录像再说啊！大家别觉得，哎呀，那 BLG 3-0横扫微博很无趣，这没什么好复盘的。大家可别忘了，这可是世界赛的4强，如果这都不算强队对决，那就没强队了。微博是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最好，可依旧被强大的 BLG 完成了碾压。赛后呢，微博的选手接受采访，也都接受了技不如人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无憾了。而这场 BO5 反而很适合许多平日里可能不怎么关注 BLG 的观众去了解这支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全华班到底是什么水平。赛前很多人认为会把 BLG BP 做爆的丹尼，为什么整个 BO5 大家其实不算感受得到 BP 差距呢？那在开始聊第一局的 BP 前，我还是得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思考，就是我们可以把团战的阵型大体上区分为3大类。冲阵、保牌还有阵地，就不同的阵容该用什么阵型，那就得结合自己的 BP 和对手的 BP 来看。那冲阵，我想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在侧翼切入，甚至绕后 TP 眼，直接去冲到 C 位的脸上，然后用位移去越过你的前排。那冲阵的阵型一般在开冲前它是散着的，而保牌就突出一个保字，本质上就是前排围绕着自己的 C 位进行整体的移动。那保牌和阵地最大的区别在于距离。简单讲呢，保牌的阵容5个人会相对的聚在一起，保证无论对手谁进场，大家都能够集火到。而阵地就更偏向于前与后的这么一个区分，它的阵型会是那种前排和后排很分明的那种，前排呢负责挡人，而后排就像炮塔一样只负责输出。这种阵地战相较于保牌最大的好处是输出的 C 位随时可以后撤，我前排顶不住，我再见，回去刷兵了。所以阵地战最典型的阵容就是双射手了，而阵地其实是克制保牌的。很简单，你5个人抱在一起，虽然集火效率高，但问题在于你的射程短，你只能输出到我的前排，而永远摸不到我的后排。而当我的后排发育足够毁天灭地的时候，你前排后排都吃不住，就会被直接远程玩死。所以阵地战的这种阵型最适合的体系是 poke， 其次是双射手。你想嘛，你落位能力强，但你要吃支援，你又得抱在一起，那可不就是最好的靶子嘛？当然这个版本 poke 体系很少，最多就是选个 EZ 豹女这种加点 poke 属性，所以这种画面现在不怎么常见了。而这3种阵型彼此关系就像剪刀石头布，保牌反制冲阵，而冲阵又能够直接越过前排到 C 位的脸上，所以冲阵又克制阵地。当然这个东西呢，咱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概念。阵型它是英雄联盟团战部分的一个子集，很多时候你还要考虑到对线组合强度选手临场各种各样的。但这个版本呢，团战的比重很大，那每个队伍擅长的阵型各有不同，所以只要大家带着这个概念去看 BP 其实就更能够享受 BP 博弈带来的这种构筑上的快感。那微博这个队伍是想打什么阵型？毫无疑问是保牌冲阵体系他们世界赛基本就没玩过。这次世界赛冲阵最合适的英雄是卡莎 ，Light 是没选过的。相反呢 ，BLG 则非常喜欢冲阵，打韩华的时候可以说把冲阵。BLG 是很擅长绕和切入的。那前面我也讲了，从阵型理论来讲，冲阵它应该是怕保牌的。微博也是靠着熟练的保牌把 LNG 这个还在玩梦魇往里冲的队伍给淘汰了。那为何赛前微博却说 BLG 是克制他们的呢？因为选手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呀，对线差距和团战操作差距导致 BLG 都不需要进入相信自己环节，他只需要根据你的阵容进行反制，用个人临场操作硬干你就完事儿了。所以红色方第一把 BLG 选择办掉小虎8强发挥出色的发条，同时按掉阿罗拉，放给微博这边永恩，那本质都是为了交换嘛。由于8强开始塞拉斯的火热让纳尔这个英雄不太能和武器同时出了，因为纳尔大招对于塞拉斯来讲太好用了嘛，最好就是等对手出了中路再选。在对手是塞拉斯高手的情况下，那武器的优先级就会比纳尔更高。而微博就是你永恩必须要抢，你拿永恩我武器蝎子，你拿蝎子我永恩加武器再配个猪，整个交换下来这几乎是个无解阳谋。但丹尼和微博是没有坐以待毙的，他们选择半掉暗吸，随后在 BLG 拿到武器和蝎子后，立马抢下下路先把级别的组合卡列，这样永恩加卡列相对来讲就没那么怕蝎子和武器的切入了，打保牌肉搏压力不大，而且后续微博也准备了波比这个角色来应对武器。可以讲微博是有备而来，但 BLG 呢是很
很从容的选择了拿小火龙。小火龙打永恩这个对局，我的评价是纯看 ID 啊。这个对局其实瑞士人出现了不少次，有永恩打烂小火龙的，也有小火龙无压力发育的，真的就纯看 ID 了，属于是生吃。它的本质就是BLG相信我中路一定比你强。其实后续的辩证是有很多的，比如微博他不走个 AP 打野，上路续完9桶，如果呼吸哥有的话。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你也不可能什么都算到，在 BLG 确认了你卡列后，他们是马上抬出了维鲁斯，强行去和微博抢下路线权，甚至Nico辅助都来了，要兑现保的是前期不要掉太多龙。对于微博来讲，如果 BLG 的中路不是小火龙，其实团战会特别简单，他们的落位非常强，就无脑吃资源就完事儿了。就像他们打姚 NG 时候那样，我就排眼吃男爵，你不能不冲过来打呀。宝牌阵容的 B 团核心它就是资源，而 BLG 阵容它肉搏起来不厉害，它要拉扯，得等小火龙出山。那这种打法在这个版本是不算吃香的。但我们来看看 BLG 怎么运营前期的呢？当呼吸选了波比的时候，兵就很清楚，你这把波比就是不想出线嘛，想混，那行，我干你队友去了。第一波潮虫，微博是利用火男的刷野效率先吃了2个，可以看到 BLG 是4人在上想打团，这里微博肯定是赚的。波比是单人吃线，潮虫也拿到了2个，可随后呢，兵推完线后啊，他是率先转去了下路，而 BLG 其他人也没有选择留人在上路，反而是直接4个人抱团去压迫微博的下塔。随后交换一波技能后，再转了小龙，这波处理很反常规，因为少了一条线在之前，这相当于啊，兵是用自己的发育和一个 TP 来去换取这个龙，那这种处理就是自信，他的信号就是你波比打不爆我中期是一定能发育回来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理所当然啊，因为韩华打G2的时候，同样的波比打武器，中期发育不良的武器，他是被永恩狂揍的，但兵他就是有这个自信。结果是什么呢？假如兵一开始就直接去上路对线，微博他是可以利用中路线权优势加上单 TP， 用这个绕后眼给 BLG 下路施压的。小虎已经落位了，眼也有，微博5打3，他即便杀不了人，下路闪也会掉。小龙更应该是微博的，即便后续啊兵看着波比踢，他跟踢下来，也大概率会亏兵，他活不活得下来还更不好说呢，毕竟这个时间段是4打5嘛。但兵这样反常规的处理，反而让微博错过了这个回合。虽然波比肥了，又吃镀层，又白嫖出武器的 TP， 可又怎样呢？波比不是大 C 啊，反而 BLG 抢了1个回合的进攻，这就很聪明，算是个反常规运营。可正是反常规，他才抢到了这条龙的先机，为后续小火龙争取到了时间，而下路也能够持续的做推线，继续先推先动。这把 BLG 为什么能2条小龙开局，就是因为微博的阵容太保牌了，保牌的开团能力会相对薄弱一点，主要得靠落位逼你过来。所以打保牌的队伍其实要线权，但你打BLG 你没有线权，就很不得劲儿了。22分钟这波，你虽然可以说 BLG 有点不理智，但此时啊 BLG 双 C 都2件套，想试着和微博只有1件套的双 C 比一下操作，我认为可以理解啊。虽然结果就是微博开团开得很土，就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波比冲进去然后就乱锤。BLG 我说真的，团战是真没正面，武器作为一个单切入点，其实做不到什么事情的。这局很多人觉得，哎，要怎么跟微博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节奏也比较慢，因为对于 BLG 这种更偏阵地的阵容来讲，他不开团发育是正解，刷到小火龙无敌，你就没有正面可言了。WBG 的理解啊，是这个版本最好赢的理解，但好赢不代表一定能赢，它只是代表你机会会很多，但还是得靠选手去把握。微博前期没龙，坑太大了，这也是偏保牌阵容的一个尴尬，就是你的射程很短，拆塔就会很难。而后期呢，BLG它有小火龙，而微博又本身是一个会犯错的队伍，你拖到后面武器也无敌了。第一把微博的思路它真的没什么问题，它就是被 BLG 的前期给应对了，加上小虎的永恩确实打不爆 Knight 的小火龙，所以微博在第2局它是不改变 PP 思路的，它只是调整了一下优先级，大树上路，蜘蛛打野。其实第2把虽然选的不同，但本质和第1把没区别。左边微博手很短，肉搏强，辛德拉和炸弹人能提供的持续输出能力还是比微博这边 C 位要差的。那即便微博这边有蜘蛛，但在辛德拉和炸弹人完全成型前，微博团战还是会好打。而右边呢，手很长，很偏发育，但成型后团战操作上限就高太多了。其实微博这把打的也算冷静了，在开局射击大亏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着阵容本身的强度是拿到了该有的东西。就微博控资源控的是比较舒服的，队伍的那口气还是在的。在25分钟，微博也拿到了6重加3龙，真的拿得够多了。但微博靠的纯是卡列的前中期强度去控的资源，而 BLG 在打输第1次团战后就开始避战了。BLG 只跟你做上半区的置换，兵呢依旧是频繁的和勋去做出击。大家发现了吗？当 Knight 选发育盒的时候，兵反而成为了和勋配合的角色，牺牲一点自己帮助队伍过渡前期，而这个打法会让不善于用 TP 的呼吸啊非常难受。第2把微博的运营没有什么问题，但真的操作不了。最有机会的一波是微博拿下男爵后，小虎 TP 下来有闪现，这里只要躲开辛德拉的推，他有机会杀完啊。
但结果就是川西了。微博就是这么一个队伍啊，他们能从定组赛那么逆天的发挥，一步一步磨合到这里，真的就上线就到这儿了。在男爵拿到却没有后续，还给 BLG 这种打阵地战的 C 位拿到人头，那后面团战肯定就记了呀。卡莉斯塔之前我也讲过嘛，就是他可能是这个版本后期 carry 里 carry 能力最强的角色，但问题是啊，阵容里不能只有一个卡莉斯塔，这把小虎真的太瘦了。最后的团战 Light 虽然操作了起来，但虎子确实有点可惜了。吸回来利达塔，Light 这边操作，闪现拉开了距离，要对爱好的输出，瑞亚倒地。晚安，马卡巴卡。第3局其实微博已经没法子了，2把发育不错的卡莉斯塔都输了，资源也拿了不少，可没用，你提速也攻不破 BLG， 怎么办呢？只能从头来做 BP 逻辑了。第3把强永恩后做了一个大树的摇摆，并且拿了 Light 全胜的 EZ， 也是带领微博进入8强的关键牌嘛。其实微博还有一个此前100%胜率的角色，那就是纳尔，但微博拿不到，因为已经办了不少下路了，你不先保下半区，你下路就没东西拿。微博很清楚，给上路拿不一定能打穿兵，你给下路起码还有点盼头。如果微博能够2轮还拿到纳尔，那微博阵容还不错，但 BLG 已经不是瑞士轮那时的理解了，纳尔肯定会搬。可以看到，微博此刻已经没有太多能保牌的选择，而阵容上你保一个 EZ 打又很奇怪。而 BLG 马上掏出他们最擅长的冲阵开始冲，卡莎3楼一选，然后2轮一个阿卡丽，就同样的武器蝎子开局，但面对微博不同的前3手 ，BLG 是可以用不同打法跟你玩的。这套 BLG 他们最擅长，所以直接就27分钟速通了。同样的3-0，其实我们算时间的话，微博输的其实比滔博那个3-0还要快。3把其实微博的上路都采取了守势，呼吸的定位就是稳住，但兵用他的游走把局面给打开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惊喜。当遇到篮子那种想不通要对着操作，那行，兵跟你操作；当你想稳下来，抱歉，我弄你队友。前期个人亏点无所谓，队伍有节奏就行，本质还是兵够强够自信，再裂开局我都能打回来。而且抓换线上 BLG 其实是赚了的，微博已经是一个换线处理很不错的队伍了，当时是直接把 LNG 给换爆了，而 BLG 能够在对线期置换出东西，这说明 BLG 对换线的思路是得到提升了，不再是 MSI 时的无下阿蒙了。因为上路的防御塔比下路硬，而 BLG 下路组本来对线压力是大的，但大家去上路对线，上路的防御塔镀层反而很难丢，那 EZ 的对线优势和雪球就滚不起来了。卡莎轻松过渡到电刀，而兵第一波越塔也是很牛的，正常来讲肯定是蝎子扛，然后武器吃头，但这里兵是直接不打算活了，就不让兰博升3，而这里换闪死后武器还省了个 TP 就很舒服，因为兰博这个英雄有闪和没闪活动空间完全不一样，所以兰博后续就不敢随便再做推线了，这就让兵有了游走的空间，又得到了一个先推先动的回合，而且他手里捏着 TP 嘛，实在不行我再 TP 回去，就兵把他的优势辐射的很广。本来 EZ 这里是优势对线，但曹冲还是给 BLG 控完了，6级兰博加 EZ， 本身前3条虫应该是微博要吃的，甚至 B 团的，反而被兵的一波越塔加游走就变成 BLG 的了。其实团战差距就不说了，主要是兵的整个动线变成了另一个打野。我抓完中又去抓上，兰博闷头打前，虽然兵有人头，但等级肯定落后。此时呢，兵需要的是一段安稳的发育时间。那后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阶段 BLG 就很聪明的叫打野，叫 AD 去兵的这条线看着，有机会我就打，没机会那就护着吃经济。13分钟，兵这里叫卡莎来换出了小虎的闪现，有了回城的空隙，那 BLG 呢又马上决定放先锋越下，所以兵的回补选择没有问题，他继续待在塔下肯定要被越塔，但马上选择 TP 去下野区真的就太果断了，因为上路他没闪，对面是峡谷的时间他也不能打前，那还不如去越一下下，来尝试一下这个时间段，因为兵的前期出击加卡莎拿到电刀后的跑线，微博已经有点杯弓蛇影了，就说白了被压怕了。这里小虎根本就不敢去摸上塔，因为武器不在视线内的，而 EZ 也选择了同步的回补，估计就想提前一步把永恩换去下路，然后让兰博去上路跟武器对位，但没想到 BLG 抢
抢先一波把兰博给张越了，就感觉到这里微博的整个运营决策已经怂了，这就是BLG的进攻。我觉得大家要理解，选手没有上帝视角，你是人，当对手持续的给你施压，不断的换血，你能获取的信息到能够决策的时间都会被压缩，从而就产生了受迫性失误。中期虽然BLG也有一些小浪，比如经典的没阿卡丽大招，但欧文就是要皮，但左手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所以后面的边线声音就很大。后续的团战操作这块，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说了，微博也确实打不过。第3局当BLG拿到冲阵后，大家可以看到小虎和呼吸啊，频繁的会在边线被针对。明明微博先拿到的中1塔呀，明明 EZ 发育很好啊，但BLG就是有这种抓机会的嗅觉。我觉得BLG在整个 BO5展现最多的就是果断，就是他们很自信，这可能就是因为赢得够多，所以BLG他真不急。我觉得经过1整年的蜕变，加上后面的历练，BLG已经从早期的极富有进攻性但有点缺乏纪律性，变成了我们打得很自信，就打得装和打得凶它不是一回事儿。之前BLG是有过打得很装的阶段的，但明显的BLG已经可以很自信的去做转线和处理了，尤其是 Knight 的英雄选择和兵的局内判断，包括做了一段时间冷板凳的熏，你感觉得到几个选手优势的不算急躁，军事我也敢出击，除了欧恩啊稍微还是有点不稳，我觉得都挺好的。微博真不弱，真的就是 BLG 足够强。整个 BO5 微博甚至都没拆过 BLG 的高地吧。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这个 BO5 兵，它其实是一个配菜角色，就是 BLG 这个队伍啊，一旦他要靠兵去血 C， 那基本就是绝境了。而这个 BO5 里呢，兵是很亮眼的发挥，他是为团队去做事，但 carry 的点在其他位置上，这对于 BLG 来讲是非常好的信号。可以说 BLG 就是我们LPL当下最强的队伍，而 T1 连续3年闯入决赛，说一句 T1 史上最强班底也不为过了。那我上期就讲了，我就是希望 T1 进决赛的。虽然对于 BLG 来讲 ，T1 一定比根基难赢，一定比歼几难打，但只有这样的对手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是吗？就那些期待、那些紧张，甚至对结果略微恐惧的心理，也正是我看那么多年比赛的意义。我看到有个评论说的很好，其实赢了 T1 又怎样呢 ？Faker 依旧是传奇，依旧是最高的山、最长的河，而输给 T1 又怎么样呢？输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把了。属于英雄联盟电竞的故事，不会在这场过后就写下结局，但也确实需要一个句号。所以就让我们放宽心，好好的享受这个史诗的一刻吧。所以兵哥，为了我们对韩国队开导吧。